人警长颤抖着点燃打火机，火光照亮四周，他才发现自己被高墙团团围住，而出口足足有数十米高。他扯着嗓子拼命呼救，却始终没有任何动静。他开始用双手徒手往上攀爬，但每次都以失败收场。就在男人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头顶却传来了一道微弱的声音。男人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但还是拼尽全力朝对方大声呼救。没过多久，一根绳子从上方甩了下来，男人立刻死死抓住，顺着绳子朝出口方向往上爬。可就在这时，背后突然传来儿子的呼唤声，吓得他差点松手坠落。然而当他低头再往下看，儿子却早已不见踪影。那不过是一个幻觉，这地方实在诡异至极。男人不敢再分心，只能咬牙拼命往上攀爬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人终于爬到了顶端，可抬眼一看，眼前的场景却让他当场愣住。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被捆绑在墙壁上，而老人之所以救男人上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让他杀死自己，以此来结束自身的痛苦。但男人自然不会照做，当下决定把老人带回小镇去寻求救治，却不知此刻的小镇更加危险。只见一辆旅游大巴突然开了进来，镇子里的所有人顿时慌乱起来。以前每次最多也就来几个外人，这回直接来了整整一车。要知道一到夜晚，小镇上就怪物横行，必须赶在天黑之前把情况跟这些新来的人讲清楚。首领很快便带着人赶到，可不管他怎么解释，司机就是铁了心要带人离开，甚至觉得首领是个神经有问题的疯子。 You can't go back on that bus. Get out of my way.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旁边一栋房子轰然倒塌，几名居民直接被压在了废墟之下。但如今天色已经渐暗，怪物随时可能现身，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条件展开救援。众人别无他法，只能默默祈祷，但愿被压住的几个人能够熬过这一夜。而此时的司机仍执意要带着乘客离开，全然不知自己已经被困于此。首领立刻冲上前去，试图劝阻。一旦天黑还待在外面，所有人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为了阻止更多无辜的生命白白送掉，首领当机立断将车胎打爆，威胁所有人立刻回到室内。然而还是有那么几个游客不听劝阻，转身就跑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愚蠢。转眼间便来到了深夜，那些逃走的游客还在外面东躲西藏。法蒂玛见此情形，只能焦急地大声呼喊示警。眼看着周围的怪物越聚越多，法蒂玛最终只能拉着男友躲进了屋里，心里默默祈祷外面那些人能平安度过黑夜。然而那些游客根本不把警告当回事，甚至还主动走上前去，试图和怪物握手。但很快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就传遍了整座小镇。直到这一刻，所有人这才真正明白这个小镇究竟有多么恐怖。殊不知这才仅仅只是开始。只见一个怪物走到大巴上，正当他好奇地拨弄方向盘时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异样的声响。原来车上还藏着一对年迈的夫妇，他们在看到对方人类的面孔后，这才暂时松了口气。 Thank God we heard the screaming. You picked a bad spot. 与此同时，警长正奋力尝试挣脱身上的锁链，却在这时耳边隐约传来一阵诡异的音乐声。老人焦急地催促警长快走，警告他说一旦音乐停下，那些东西就要来了，那可是比寻常怪物更加恐怖的存在。但警长此时哪里还顾得上这些，他拼尽全力迅速将老人身上的锁链敲开。然而下一秒，老人却变得十分痛苦。警长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老人就猛地一把抓住了他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警长困惑不解，但此刻老人已经气息全无，而警长的胳膊也被划破，他必须赶紧回去处理伤口。可当他从地窖里走出来时，却惊恐地发现外面已经是黑夜。警长赶紧扑灭了手中的火把，然而那些黑暗中的怪物却依然一步步朝着他逼近过来。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躲在树后，生怕周围的怪物将他吃掉。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那些平时看到人就疯狂撕咬的怪物，这次居然无视了警长的存在。但现在还不是庆幸的时候，毕竟夜晚正是怪物最活跃的时刻，他必须尽快找到地方躲进室内。幸好不远处停着一辆货车，警长赶紧钻了进去，却发现车里竟然还有小镇上的熟人。可还没等他开口询问现在是什么情况，身后突然冒出来一个陌生的身影。警长连忙让其停下，生怕男孩是怪物伪装成的人类。但眼看着周围的怪物越聚越多，他最终还是让男孩赶紧跑进车里。这也是他们用来分辨怪物的一个小窍门，因为真正的怪物是从来不会奔跑的。不过这个男孩的出现实在有些蹊跷，警长并没有完全信任他，而是举着枪严厉地质问男孩的来历。在得知小镇上来了一辆大巴后，几人瞬间呆愣在原地。要知道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小镇一次性涌入这么多外来者了，因为一旦新来的人数过多，这个地方的管理难度就会直线上升。而这对热恋中的小情侣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们完全没有遵守小镇上的规矩，反而跑到一间空房子里嬉闹，丝毫没意识到小镇上的可怕。这时屋外响起一阵尖叫，两人还以为只是野兽的嘶吼，根本没当回事儿。可紧接着下一秒，门外却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 Please help us.
We were on a bus. 一听是同伴的声音，两人立刻长舒一口气。然而，当他们打开房门时，却发现屋外站着的竟是2个陌生人。转眼间，天色终于亮了。副警长带着人出来寻找补给时，竟意外发现了昨晚的女人，但她的头部被一根钢筋无情的贯穿，显然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迹象。可就在两人准备将她就地埋葬时，女人却奇迹般的醒了过来，这可把两人吓得够呛，赶紧叫来了医生进行抢救。然而经过医生一番仔细检查，发现女人已经毫无生还的希望。他们不明白怪物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而如今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将那根钢筋拔出来，结束女人无尽的痛苦。但这件事又谈何容易，没有人愿意亲手去终结一个生命，即便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。就在几人面面相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警长却突然现身。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，处理这种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。虽然警长了结了女人的痛苦，但自从他回到小镇之后，却开始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。他被那个老人袭击留下的伤口竟然发生了某种诡异的变异，胳膊上也会不时出现一些奇怪的异象，并且会时常出现幻觉。明明是已经荒废的屋子，可角落里却多了个音乐盒，甚至还诡异地响起了音乐。紧接着就出现一个芭蕾女，而警长就像着了魔一样，竟然主动跟对方跳了起来。可就在警长沉醉其中时，女人却突然变成了怪物。